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代理软件 Luon。首先这个 Luon是付费软件哈，国区没有。然后定价大概是$8，差不多一顿 KFC 吧。需要的朋友的话，可以去那个亚马逊买苹果的那个礼品卡，不过这个是需要信用卡的，亚马逊那边，或者去这个叫 Pocket YT Shop。然后就嗯、用支付宝就可以了，或者微信也行，就买这个苹果的美区的礼品卡。拿到这个软件以后啊，它其实是有一个默认的配置文件。我们可以在这个实例这里可以看到。但是你这个配置文件如果改错的话，也可以用它这个重置把那个配置文件弄回去。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它的几个概念吧。这个监控的配置文件里面呢，就表示一些设置，比如说 DNS 啊，以及那个跟那个 TON，以及不需要代理的那个网段，这就是这个配置这里。然后我们来看几个概念吧。这个 POSIX 其实就是说本地节点，Remote POSIX 其实就是机场订阅，然后有一个那个远程的这个筛选，这个其实就是用来看哪些国家哪些地区的，比如说这是那个香港的节点的，用来过滤的。然后就是那个 POSIX Group 就是策略组。然后最后还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代理店。有一个问题啊，它这个是只有一个配置文件的，就其他代理工具一般是支持多个配置文件的。Luon 的这个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所有的操作其实都支持界面的，比如说这，添加订阅、添加节点，都可以选协议。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操作，就是刚刚介绍的什么策略组啊、节点啊、策略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界面上就可以那个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就跟那个小火箭还有那个字儿也差不多，这一点就比较方便，对新手也比较友好。接着我们来说它的分流哈，其实我们还是能用这个什么 iOS Rule Script 这个在 GitHub 上的仓库的东西，就是这个以前也介绍过，然后这儿，基本上 iOS 上所有的那个代理软件它这儿都有，这 Luon 的，然后你自己可以找一些那个规则分流规则。它原先那个 Luon 的这个默认配置的话是有那么几个规则的，然后你再把那个这个什么 Block Matrix 7的这个一些规则弄过来，比如说这个谷歌的嘛。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policy，它对应那个他们那个策略组，也就是谷歌这个规则就用那个上面的那个谷歌这个策略组来进行分流。接着讲一讲它的那个测速吧。它测速有些与众不同啊，就它这个既没有排序，然后它 out 的或者失败的它是会显示的，但是也没有那种就说是延迟低的，它给你整个绿色的，像那个 surge 就是延迟低的是绿色的，稍微高一点的是黄色，然后不通的是红色。所以说这里又没有排序，然后这里不是很直观啊，不是很方便啊。接着我们来说这个代理店吧，这个设置里面这儿，可以写这代理店，当然也可以在配置文件里面直接写。这儿点开它就可以进行编辑了，可以选两种，一个是那个就普通节点嘛，也可以选那个策略组，就是不能选那个就是那个订阅，就那个远程节点订阅组合，也不能选那个远程过滤那个，就只能选那个本地节点和那个策略组。然后很容易理解哈，我这儿写的一个就是它先通过这个中转，然后再进行落地，就这样的。然后说一下它这个在 macOS 上嘛，就是可以跟小火箭和 Surge 一样，也是可以拿来做，让 Mac mini 变成软路由的，但注意说就是需要，用网线，然后就拿来做软路由。用 WiFi 好像是有问题的，苹果现在的这个版本。然后 Luon 呢，它更新还算是比较勤快的，当然协议支持还是没有小火箭多。像去年年底它支持 SS2022，就最近就4月份的话，这个版本支持了那个 Vless 加 Reality，
加这个微影。接着我们再说那个抓包吧，它其实是可以抓包的，我们可以在那个首页把这个抓包记录从下面弄上来，然后就方便的一个快捷方式。然后的话在设置里面把 MITM 打开，然后注意这里是要下一个证书的，我这是那个 Mac 上的，其实那个 iOS 上也差不多，反正就是说，安装那个 CA 证书嘛，就这个让那个苹果这边把它信任以后，这个就可以那个抓包了，在这边界面上也会显示，已安装已被系统信任。实际抓包的话，就是说这里开启抓包，就抓包记录这里把这个打开，然后它这儿新的话就表示所有东西都抓包，但是这个不一定成功啊，这边也说了，有些应用的话，是不支持这个的。但那像比如 Chrome 里面的应该都是可以。然后比如说我们，刚才我访问那个 VerEx 啊，然后这边就有相应的记录，就在这个请求记录里面可以看请求和那个响应都可以看。然后这里是可以什么文本预览之类的 ，OK， 抓包就记得在这儿。然后的话，如果你插件其实很丰富啊，有很多那个去广告的插件。然后这儿有一个 GitHub 仓库叫可力的路人资源库啊，就这儿有非常多的去广告的插件，比如说我用的一个就是那个 YouTube 去广告的插件。还有像什么功能插件，它这儿也写着，比如说什么 Substore 啊，Borges 啊，Substore 和 Borges 这两个之前介绍小火箭的时候就介绍了，就不多说了。然后如果说是要使用这个插件的话，记得把什么 MITM 打开，把这个复写打开，把这个脚本打开。安装插件的话，就在这儿点击这个就行，把这个 URL 弄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YouTube 去广告的插件啊，就装完了以后，这插件这儿会显示就 YouTube 去广告。然后设置 MITM 这里还需要把这些什么 MITM over HTTP2 打开，这个也是打开。然后你看这是那个 YouTube 去广告，它这个 MITM 的域名，然后话你可以在这儿看，就说是YouTube 它那个有没有生效。如果说是它确实是那个 reject 的，这里可以看到就说是有这个插件把这个流量给那个阻断了。然后再说一下它的这个配置同步吧。点这个设置，就是这里可以通过那个 iCloud Drive 同步。可以点这个自动同步。如果说是有冲突的话，它可以让你用本地覆盖 iCloud， 或者说 iCloud 覆盖本地。如果说你是新的设备，从 iCloud 或者配置，如果说里面有证书，需要手动安装证书，让那个系统信任。前面说过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调试吧，就是这里可以看一些日志，就是那个对高级用户可以看看他那些日志。最后再说一下那个 Apple TV 吧。Apple TV 的话，就相当于说是在一个局域网里面可以把那个配置弄过去，然后这儿就不那个详细展开了。OK，总结一下呢，就作为一个$8的这么一个软件，论还是我的评价还是物有所值啊，就说是支持这么多协议，然后又支持抓包，还是不错的一款软件啊。就有的地方像比如说那个刚刚讲了一些，比如说那个配置文件只有一个啊，反正这些小缺点呢，反正是有一些的，但是基本上来说是物有所值嘛。OK，今天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谢谢大家观看。